好，親愛的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在今天的課堂上，我們將要繼續學習5級考試當中的聽力部分。一起先來看一下，聽力哪一部分呢？學習到這裡，大家應該已經知道了，我們一直在說的呀，是聽力第2部分當中的短文部分。在這個部分，你將聽到一個短文。聽完短文之後，你會聽到2到3個問題。聽完問題之後呢，你要在相應的選項裡邊選出來正確的答案。可以說，短文部分相對來說和短對話、長對話相比，文章變長了，語言呢更加書面化了，而且大家要一次性回答2到3個問題，所以難度也是增加了。所以需要大家做什麼呢？提前做好準備工作，一定要熟悉一下，在這一部分的考題當中，一般會考什麼樣的文章呢？好，我們接下來呢，就一起從文體的角度，一起看一看，在聽力的短文部分，到底會考哪些不同類型的文章呢？在這裡，老師給了大家一個表格，從表格當中，我們先看。一般呢會考2種類型的文章，第一個是給大家講一個故事，第2種呢，除了故事，那我們就把它都放在一起，統稱為非故事類，也就是說有故事，有不是故事的文章。那故事類的文章一般是什麼樣的故事呢？一般有3種，第一種是幽默故事。這個故事聽起來可能會有點像一個小笑話，很有趣。聽完之後呢，有一個笑點，你需要關注的是，在這個小幽默故事當中有哪些細節，是哪一個點讓你發笑了？一般來說，讓你笑的那一個句子，通常也是告訴了你一個道理。這是故事類的第1種文章。幽默故事。除了幽默故事，我們更多考察的還有哲理故事和生活故事。哲理故事呢，一般它就是可能是一個寓言故事，也可能是一個傳說。給你講完這個故事，當然少不了的是什麼？告訴你一個道理。所以你要關注的是這個故事它是怎麼發展的。什麼時候開始？發生了什麼？結果是什麼呢？聽完了這個故事，它還告訴了你一個什麼樣的道理呢？一般來說，在哲理故事部分，有的文章會在文章的結尾部分，也就是說到最後的時候，直接告訴你，告訴了你一個什麼什麼樣的道理。還有更多的就是需要你自己去聽這個故事，去理解這個故事。聽完之後，在你理解的基礎上，你來想一想，通過這個故事，你學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道理？而這個道理往往是哲理故事一定會考大家的一個題目。也就是說，聽一個哲理故事，可能會問你2到3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一定會問你的是什麼呢？一定是這個故事告訴了你什麼樣的道理。所以在聽第2種哲理故事的時候，你不光是要聽一聽，這個故事說了什麼，你還需要想一想，通過這個故事你學到了什麼道理呢？再來看第3種生活故事。生活故事一般就是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一些小事情，你需要關注的是什麼呢？一般不會直接就給你講一個故事說發生了什麼，他會告訴你這個故事怎麼發生的，中間的過程是什麼，而在這個過程當中，2個人或者1個人他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當然有問題一定會有什麼解決的方法，所以問題之後往往會告訴你它是怎麼解決的，也就是說如何解決。而如何解決又是我們考題當中的重點。
所以當大家聽到一個生活故事的時候，你往往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故事的經歷是什麼。在這個故事當中，這個人他遇到了什麼問題呢？遇到的問題很有可能是一個考題。那遇到這個問題，他是怎麼解決的呢？解決的方法呀，又是一個問題。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說故事類的文章。在故事類，雖然我們說了3種類型：幽默故事、哲理故事，還有生活故事，但經常考的其實是後2種：哲理故事和生活故事。好，看完了故事類，再來看除了故事，那些非故事類又會考大家一些什麼類型的文章呢？看起來很多，有4大類，第3類、第4類呢，又好像種類、小種類也很多。不要着急，聽老師說。第一種呢是議論文，也就是會有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和作者想要說的態度就非常重要了。在聽議論文的時候，一定要知道最主要的觀點是什麼，這個作者最想表達的看法是什麼，還要注意他的態度，是積極的態度、肯定的態度，還是消極的態度、否定的態度呢？這個是議論文。除了議論文，還有一種是說明文。說明文當中一般就是介紹性的文章，給你介紹某一天看了一個數據，看了一個實驗，科學家們又做實驗了，實驗當中的數據是什麼？或者給你介紹一個地方，中國有很多有名的景點，是不是？給你介紹一下這個地點。或者呢，介紹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麼性質的，有什麼作用？最後還有可能說一說，這些東西的特點是什麼？所以大家在聽說明文的時候呀，要注意的是，說明對象的不同，它的重點可能不同，但你一定要注意，要清楚的是，它到底說的是什麼。而這些詳細的數據啦，什麼地方啦，它的性質是什麼？它有什麼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和其他東西不一樣的地方？這個就是你需要注意的。除了議論文和說明文，有的時候呀，還可能會考大家一些通知或者廣告，或者是廣播、介紹和演講類的文章。這些文章考試的頻率不會特別高，主要還是考議論文和說明文。所以當大家遇到除了故事類、議論文和說明文的時候，你關注的那就是細節了。在通知、廣告、廣播、介紹還有演講的部分，其實可能會有一個主要的觀點，不是觀點，可能是一個主要的對象。關於這個對象，他會說一些重要的細節，在這個時候，細節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問題。好，這個就是通過這個表格，我們一起來了解了一下關於聽力當中的短文部分可能會聽到的哪些類型的文章。看完了文章的類型，知道了可能會聽到的類型呢，我們一起就來分別看一看每一種類型你應該如何作答，你應該如何去抓重點呢？這節課只跟大家分享一個小類型，那就是故事類當中的第一類，幽默故事。其實說到幽默故事考試的時候，可能聽到的时候還蠻開心的，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小故事，而且是容易讓大家發笑的一個故事。而這類型的文章通常不會太難，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聽的過程當中注意一些細節。這些細節呢，就需要你通過分析選項來判斷要注意的細節是哪一方面的細節。除了細節，當然不能忽視的是什麼呢？還要注意呀，最後那個笑點是什麼？這個笑點也經常是題目當中考察的對象。好，我們一起呢，先來舉一個例子。第31和32題是一個幽默故事。先來看一看31題的4個選項。A. 吸引更多資金。B. 修改廣告方案。C.
提高公司股價。D. 制定銷售方案。看到 A、B、C、D 4個選項，大家猜一猜，31題可能考你的是什麼？也可以猜一猜，你将要聽到的這個故事是關於什麼的？有資金、廣告方案、公司股價、銷售方案。那看到這4個選項都是一些做法，對不對？你需要做的是什麼呢？是去吸引資金，也就是吸引更多的錢，還是說修改廣告方案？可能廣告的方案不太好，需要你做一些修改，或者你的做法是你需要提高公司的股價，讓公司呀更有知名度，賺更多的錢。最後呢是制定銷售方案，可能这個公司有一個產品需要發到市場上邊吸引消費者，需要你呢制定一個銷售方案。所以 A、B、C、D 都是跟做法有關的。這個做法呢又是和什麼類型有關呢？是一種商業類型的，是不是？是關於公司的運營。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聽到的這個幽默故事很有可能是發生在一個公司裡。那既然有人要求你去做這些事情，應該會有一個老闆，還有一個員工，對不對？你要注意的是什麼呢？有這麼多做法，你一定要聽一聽的是，那老闆到底讓你做什麼呀？所以這個是我們通過分析31題的4個選項可以得出來的一個猜測，那就是我們要聽到的這個小故事是和一個公司有關的。在這個公司裡，老闆吩咐員工讓他去做一件事情，那做的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呢？就是你在聽的過程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了。好，看完了31題，我們再來看第32題，一起看一看4個選項。A. 產品要降價。 B. 總經理要辭職。 C. 要招聘新職員。 D. 要推出新產品。看完了 A、B、C、D 4個選項，又發現了和31很像啊，都是4個做法，對不對？剛剛我們猜31題是老闆讓你去做什麼，讓你去實現一個目的，對不對？讓你去做的這件事情，那你是怎麼做的呢？你是怎麼吸引資金的？怎麼修改方案的？怎麼提高股價的？怎麼銷售？怎麼去制定這個銷售方案的？很有可能啊，這個是一個做法，是誰的做法呢？是這個員工的做法。關於什麼的做法？那是31題的答案。那32題呢，就是繼續來分析一下老闆提出的要求，這個員工是怎麼做的。所以看完了31和32題的選項，我們大致也知道了，在接下來聽這個短文、聽這個小故事的時候，你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什麼地方？一個就是老闆讓他去做什麼，第二個就是這個人他到底是怎麼做的。好，分析完了選項，大家一定迫不及待的想要聽一听，檢查一下老師你說的到底對不對呢？不要着急，下面我們就一起來聽一听這個短文，注意看看大家的選擇是什麼，和老師預測的一樣不一樣呢？好，下面的时間交給大家來聽一聽吧。第31到32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一家公司的總經理把部门主任找来說，有人想收购我们公司，你要想办法把我们的股票價格抬高，讓他們買不起。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只要能達到目的就行。第二天，該公司股票的價格上漲了5個點，第3天又上漲了5個點。總經理非常滿意，
問部門主任：“你是怎麼做到的？”我放了一個假消息。什麼假消息？我說您快要辭職了。31，總經理有什麼要求？32，部门主任放了一個什麼消息？怎麼樣？和我們的預測一樣嗎？先來看一看問題是什麼。31，總經理有什麼要求？我們剛剛預測的是老闆對這個員工提出了什麼要求，讓他去做什麼，對不對？那31這裡沒有老闆，但是其實和老闆一樣的是什麼？是總經理，他呀有一個要求，這個要求你聽到了嗎？32，部門主任放了一個什麼消息？有這個要求啊，部門主任就要達到要求啊。那具體達到要求他是怎麼做的呢？他呀放了一個消息，這個消息是32題的答案。消息是什麼？你聽到了嗎？好，一起呢再來看一看我們聽力的文章，老師給大家再讀一遍。你呢，檢查一下你的答案是不是正確的。一家公司的總經理把部門主任找來說：“有人想收購我們公司，你要想辦法把我們的股票價格抬高，讓他們買不起。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只要能達到目的就行。”第二天，該公司的股票價格上漲了5個點，第3天又上漲了5個點，總經理非常滿意，問部門主任：“你是怎麼做到的？”我放了一個假消息。什麼假消息？我說您快要辭職了。這個就是剛剛大家聽到的內容，一起來看一下。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第一個問題是，總經理提了什麼要求？一開始告訴了你，有人想收購公司，事情的起因。那老闆呢，不想讓他們收购，提出了一個要求。這個要求是，你要想辦法去做什麼呢？把我們的股票價格抬高，就是要提高公司的什麼？股票價格，目的是讓他們買不起。那老闆提出了这個要求，總經理讓部門主任呢把股票價格提高。部門主任是怎麼做的呢？部門主任放了一個假消息。總經理很好奇，想知道這個假消息是什麼。部門主任說：“我說您快要辭職了。”在這兒沒有直接說您是誰，但是聽完這篇文章，大家也一定知道，這個您啊說的就是總經理。所以我們的答案是什麼呢？31題的答案是 C 選項，提高公司股價。關鍵的句子是總經理說有人想收購我們公司，你要想辦法把我們的股票價格抬高，讓他們買不起。把股票價格抬高，把作用的对象是股票，結果呢，想要達到的結果是價格要提高，也就是說要提高公司的股價。34題，這個部門的經理啊就去照办了，就要說那我一定要提高股價，不然总经理就不開心了，是不是？他呀怎麼做的呢？他放了一個消息，一個假消息。什麼假消息？我說您快要辭職了，我
就是部門主任，您就是总經理，所以他这個假消息就是說總經理快要辭職了。對應哪個選項呢？32題當中的 B 選項，總經理要辭職，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表達，對不對？所以有了預測，再加上我們聽的時候有了重點，大家呀很快就能選擇出來正確的答案。不知道你們做的怎麼樣？好，看完了第一個題目，我們趁熱答題，再來做一道鞏固一下我們剛剛學的技巧。還是一個幽默故事，同樣給大家2個問題，發現了沒有？一般來說啊，幽默故事就考你2個題，你要關注的是什麼？是細節，還有笑點。好，怎麼來判斷關注什麼細節呢？通過分析選項，非常好。一起來看一看44題。A 最流行的， B 世上沒有的， C 世上最美的， D 像水一樣的。 A、B、C、D 都是的字結構，白勺的去形容的是什麼？形容的是一個名詞。這個名詞是什麼？你呀就要注意了，聽一聽，這篇文章當中啊說的是什麼？關於這個東西是怎麼描述的？它呀有什麼特點？所以這個是44題大家需要注意聽的。再看45題。 A 張三很善良， B 張三很聰明， C 那個人很佩服張三， D 那個人向張三道歉。 A、B、C、D 4個選項出來了什麼？出來了人物，是不是？我們說啊，你要聽故事嘛，故事裡邊應該是有人的。上一題我們推測，是一個老闆和一個員工，實際上是一個總經理和一個部門主任，其實是一樣的。這一題你來看，裡邊有誰呀？這個故事是發生在誰身上的？是不是已經告訴你了？一個人叫張三，還有一個不知道名字的人，那個人。所以你要注意听了，在這個故事當中，關於張三的表述一定要注意，因為45題都是和張三有關的，所以這個故事當中，大家在聽的時候就要仔細了。關於張三這個人說了什麼？很有可能沒有直接說，那你通過這個幽默故事，通過這個笑點，你又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分析出來張三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所以這個是45題的重點。那看完了45題，再看44题，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形容的這個東西到底是張三形容的，還是那個人形容的？也是需要你來注意分辨一下的。好，做完了選項的分析，下面的時間又要交給大家了，一起來聽一聽我們這篇小短文，這一個幽默故事到底說了什麼呢？第44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大家都说染布匠张三是全市最聪明的人，有个人听了很不服气。一天，这个人拿着一块白布找到张三说：“请你把这塊布給我染成世界上沒有的一種顏色。”張三問：“什麼是世界上沒有的顏色呢？”那個人說道：“不是紅色，不是黑色，不是藍色，也不是黃色，更不是綠色，反正是一種世界上沒有的顏色。”張三說：“好吧，那我就按照您的意思染吧。”那個人又問：“我什麼時候來取呢？”張三回答：“請您找個世界上沒有的日子來取吧。” 44，
那個人想把布染成什麼顏色？45，根據這段話，可以知道什麼？好，一起來看一下你听到的問題是什麼。44，那個人想把布染成什麼顏色？是不是我們剛剛預測的是形容一個東西的？具體這個東西是什麼呀？其實是這個布的顏色。什麼樣的顏色呢？是44題的問題，而你就需要在 A、B、C、D 當中來選擇。相信這道題應該是沒有什麼難度吧，因為已經重複出現了很多遍了，而且我們剛剛還說有兩個人，一個張三，一個那個人。你需要注意的是，形容這個顏色的是張三還是那個人？問題也問得很明白，問的是那個人，所以你到底聽到答案了沒有呢？再看45題。根據這段話可以知道什麼？也就是說，大家聽完了這個小短文，這個小故事，你知道什麼呢？你能分析出來什麼呢？其實都是和張三有關的，就需要你來判斷一下張三是個什麼樣的人，那個人有沒有佩服張三，或者說他有沒有說對不起，也就是道歉呢？好，看完了題目我們一起再来回顧一下，再看一遍這個聽力的小短文，老師給大家讀一遍，你檢查一下你的答案，最後再和我們的正確答案核對一遍。大家都說染布匠張三是全市最聰明的人，有個人聽了很不服氣。一天，這個人拿着一塊白布找到張三說，請你把這塊布給我染成世界上沒有的一種顏色。張三問，什麼是世界上沒有的顏色呢？那個人說道，不是紅色，不是黑色，不是藍色，也不是黃色，更不是綠色，反正是一種世界上没有的顏色。张三說，好吧，那我就按照您的意思染吧。那個人又問，我什麼時候來取呢？張三回答，請您找個世界上沒有的日子來取吧。聽完小故事怎麼樣？你的答案檢查完了嗎？一開始問你，那個人要把布染成什麼樣的顏色？其實我們再來看一看我們的選項。B 世上沒有的， C 世上最美的。在這裡其實還有一個小技巧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在看選項的時候看到了選項當中有重複的部分， B 和 C 的主語的 subject 是一樣的，那很有可能答案呢就在 B 和 C 当中。你需要判断的是，文章当中说的是没有的還是最美的。那在文章当中你到底听到的是什麼呢？听到了很多次，對不對啊？世界上沒有的一種顏色。什麼是世界上沒有的一種顏色呢？不是 A， 不是 B， 不是很多顏色，就是反正是，反正其實還是一種強調。當大家聽到表示強調的詞的時候，也要注意這句話也是很重要的。在這兒用了反正來強調它的顏色，什麼顏色？世界上沒有的顏色。所以我們的第一道題目的答案就是世上沒有的。第二個題目是根據這段話可以知道什麼？都是和張三有關的。其實在一開始的文章當中文章在一開始就說張三是全市最聰明的人。
然後說了一個故事。聽完了這個小笑話、小幽默故事，你覺得張三是不是很聰明啊？那個人說：“給我染成一種世界上沒有的顏色。”張三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回答說：“那你就挑一個世界上沒有的日子來取吧。”是不是也是為了說明這個故事啊？就是說明張三很聰明。我們2道題目的答案是不是都出來了？44題 B 選項世上沒有的，關鍵的句子其實說了很多遍世上沒有的，对不对？45張三很聰明，一開始說張三是個很聰明的人，全市最聰明，对不对？有個人不服氣就來挑戰了，通過這個挑戰的故事呢，也證明了張三啊，就是的確很聰明。有沒有說很善良？沒有聽到，無關選項排除。C 和 D 有說那個人佩服張三了嗎？這是無中生有。雖然張三啊把他給怎麼樣，用口語的說就是懟回去了，對不對？但是並沒有告訴你那個人就從此很佩服張三了，所以无中生有的排除掉。D 選項。那個人向張三道歉，同樣也是沒有說到的。那我們的答案就是都選 B。好，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故事類文章，幽默故事。最後呢，這個是給大家的一個提示啊，已經說過了。幽默故事需要關注的是什麼？細節和笑點。好，今天關於幽默故事，我們的練習呢就到此結束了。不知道關於幽默故事的這個小技巧，大家學會了多少呢？一定要多練習哦。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隨時用微信聯繫老師。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下節課再見。